嗨，欢迎收听这次为您准备的深入探讨。您提到一个问题后，就是听了很多关于了业了缘的说法，感觉好像要花很多辈子、生生世世去努力，把功课做完，才能达到所谓的平衡。但另一方面，您又听到资料里像是廖老师常强调的，说不要轮回，无修无证，甚至是当下解脱，一步到位。对，这两种说法听起来，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让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看看您提供的这些资料，试着探索一下这看似矛盾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深的智慧，看看他们能不能其实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相融的。这确实是很多人在探索过程中会卡住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好像在生活中确实感觉到有因果，好像欠了什么就要还。对对对，有这种感觉。但另一方面，心里又很渴望那种马上就自由了，当下就解脱了。没错。这其实就是触及到不同层次的理解了。让我们先从您资料里提到的那个了业了缘这一层来看好。好的，资料里面有讲到前世种因，此世收果。这听起来，这个业力的影响好像是会跨越时间的嘛？是。那这样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真的得像跑马拉松一样，要很漫长地一站一站去还、去补课，才能到终点？如果我们从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经验的这个现象界来看因果律，也就是资料说的因缘果，感觉上好像是这样运作的。但资料也指出来这常常跟我们的意识分别还有执着法相很有关系。意识分别、执着法相。对，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心习惯去分好的坏的、对的错的，然后又紧抓着我们看到的、感觉到的这些现象、法相，觉得他们就是绝对真实的。所以我们才会感觉自己好像被卷进一个因果链里面，需要去了结、去平衡。这就点像资料讲的，好像我们很投入的在演一个前世剧本今世演的角色。了解了解。所以这就像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游戏规则里面，很努力的在玩。对对对。说什么人心本明才如如不动，故不用修；还有人性秉佛性，众生平等，故不用正。甚至还说生时放得下，死时放得静，不修不正也是佛了。哇，这个听起来完全跳脱了刚才那个框架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就碰到资料里面提到的一个更根本的层次了。它这里区分了两个概念。心跟意识。心跟意识。对，那个心呢，它指的是妙缘真心，就是那个永远不变、如如不动的本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万里无云的大晴空。晴空。对，那意识呢，就是从这个心显现出来的那些相对的变动的念头感受就像是天空中的云朵。云朵。所以所谓无修无证，指的就是那个本来就圆满、从来没有被污染的真心本身。它就像那个晴空，本来就是干净的，不需要你去修理它，也不需要你去证明它。哇塞，这个晴空跟云朵的比喻，很有画面感哎。所以您的意思是，业力了缘这些比较像是发生在意识这个云朵变化的层面。而那个本来的真心，那个晴空，其实一直都在那里，根本没受到影响。这个比喻很贴切，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刚好呼应了资料里讲的那个游戏人间的说法。对对。意思就是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搞不好连这个因果体验本身都是那个自己，也就是那个真心为了体验才设定出来的游戏。所以解脱的关键点可能不是在未来某个时候把游戏关卡全部打完，而是在当下这一刻就醒过来。当下醒过来，那要怎么醒？资料里面有提到接受、体验、放下。接受、体验、放下。对，在每一个当下，你全然的去经历它，但是不要黏住，不要执着。这样的话，你这个经验就不会变成未来的业了嘛。好，我来试着整理一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所以了业了缘，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当我们认同自己是意识层面那个角色，那个我的时候，对，在参与这个轮回游戏时所体验到的规则跟现象。没错。而无休无证当下解脱，则是直接提醒我们，你可以选择不要再认同那个角色了，你可以直接回到那个创造游戏的本源，那个真心的层面。正是这个意思，关键就在于你认同谁。认同谁？与其一直在那个意识的云朵层面，想要一朵一朵的去把它拨开了叶，不如学着在当下安住。资料有提到要透过一心不乱嘛，也就是说，减少那些杂念的干扰，直接去体会那个像晴空一样的真心状态。当你越来越能够安住在这个本来的状态，体悟到那个不生不灭的自己的时候，那所谓的轮回啊、业力的束缚感啊，自然而然就感觉不那么真实，不那么沉重。这样听起来，修行的重点好像真的不是去修理一个有问题的我，对，更像是资料说的那个修行归心，就是重新去熟悉、去回归那个本来就圆满的心。说得非常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资料一直强调放下。放下，放下对过去经验的后悔啦、执着啦，放下对未来结果的焦虑啊、期待啊，全然的就活在现在这一刻，去体验，但是不留恋，也不抗拒，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了。而且同时，这也是最有效率的了业方式，因为你没有再从当下去制造新的纠结、新的故事线了嘛。好，那总结来说，我们今天这样探讨下来，好像了业了缘跟无修无证、当下解脱这两种说法，他们并不是真的互相否定、互相冲突。可以这么说。他们更像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描述我们的存在状态。了业了缘比较像是在描述意识层面的游戏规则跟体验。对，现象界的部分。而无修无证当下解脱，则是揭示了那个超越游戏的我们本来就有的那个自由的本性。没错，真正的核心启示就在这里。那个解脱，那个自由，它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目标，而是深深地根植在当下这一念的觉醒跟放下里面。跟那个无限的本源自己之间其实是有区别的。当我们能够从那个入戏太深的角色中醒过来，回到那个像晴空一样如如不动的源头时，那所谓的束缚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或许有点吊诡的是，最快能够消融掉业力剧本的方式，反而可能是把焦点从剧本本身移开，转而安住在那个观看剧本的不变的觉知上。这个观点很深刻。好，那听完我们再次的讨论，这里也留给您一个问题，可以带回去自己反思看看，在您的日常感觉跟思考里面，有哪些习惯性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感受，让你比较容易相信，好像真的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去修行、去了业，而不是去更多的体验和信任那份当下即逝的自由与圆满呢？这个自我观察也许能为您带来更个人化、更深刻的发现。期待下次有机会再与您继续深入探索。